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大家一定要尽兴。这些菜都是恭喜俱全的，恭喜！吃这个，吃了吃。来，谢谢。借着婚礼啊，哎，敬你一杯啊！吃喝这个。别提这事儿了。那女同志是大事。我把我的真心放在你手里，不聪明却坚定。黑夜的尽头就会看见晨曦，谁都不该放弃。眼泪是挫折，也是快乐。猜猜我是谁？别怀疑，我一直爱着你。我把我的真心放在你手里，不聪明却坚定。黑夜的尽头就会看见晨曦，谁都不该放弃。想问你，在你心里最真实的话，就算时间会偷笑我傻，爱是我唯一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我相信爱会是你最后的执着。好，爱是夜空最我原谅你了，下次不许骗我了。好啦，你看，什么？来吃。我相信爱会兑现所有的承诺，我相信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。眼泪是挫折，也是快乐，你别怀疑，我一直爱着你。我相信爱会是你最后的执着，我相信爱是夜空最美的烟火。纵然我们都曾哭过、闹过、痛过，舍不得放开彼此双手。我相信爱会兑现所有的承诺，我相信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。眼泪是挫折，也是快乐，别怀疑，我一直爱着你。你怎么了？眼泪是挫折，也是快乐，别怀疑，爱情自有天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。哎，
还好吧？没事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快来人呐！有人晕倒了！你醒了？没事儿，别紧张，这是在医院。是这样的，刚才呢是婚礼现场太感动了，所以让我想到一些过去的事，一时之间让我有些恍惚，所以不好意思啊，没吓着你吧？没有。你真的没事？我？有啊，就是麻烦你下次晕的时候，能不能换个地方？哎，医生啊，情况怎么样？哦，唐小姐，你极度贫血，身体非常虚弱，一定要注意调理，增加营养，不然的话，肚子里的宝宝可要贫血了。宝宝？是啊，恭喜两位。不知道你是小超琴还是小糖糖呢？最坏的就是你爸爸了，电话也不回，连个音信都没有。不过不要紧，有妈妈在哦。糖糖，你还好吧？哦，这是医生给你开的一些补药，没什么大碍。你看，哎，你看我光顾着带你来医院看病，忘记告诉你妈妈和你哥哥们了。这样吧，反正检查完了，你赶紧回去。哎，丽香哥，这件事情能不能先不要告诉我家里人啊？我是想等超群从美国回来之后呢，一起告诉他们。好，你放心。哎，等等。走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都想好了，你们就搬回来住，你跟阿丽就住在我那个主卧，我跟糖糖挤一挤，好不好？不要了，妈，多委屈你啊！哎呀，不委屈。对啊，妈，怎么能让您和糖糖挤一个屋呢？其实这件事啊，我和阿丽已经商量过了。就我们现在那个房子啊，空着也是空着，您正好可以搬过去住，家里还有保姆呢，您过去正好可以享清福啊。是，你的意思就是，即便现在结了婚，你也不想回来住，是吧？是，我知道，我们家小，我们家哪赶得上你们家那大豪宅呀？好，别委屈了你们俩。妈，好吧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妈妈那边我来说啊。算了，既然妈都这么说了，我看我们还是搬回来住吧。阿丽，你先陪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哥，那我们今晚就搬回来，妈就拜托你了啊。那你们先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走吧。
以前看过电视说，胎教要放莫扎特的，据说听莫扎特的小孩都特别聪明快乐。虽然宝宝现在只是小小的一点，但是你爸爸是超人嘛，不管你将来是小超人还是神奇女侠，妈妈相信你一定会听懂的。还是你厉害，把阿姨哄好了。我妈要我们赶快结婚，然后跟她一块儿住。你讨厌啊！你呀，跟唐丽越来越像了，没正经。喂，爷爷、奶奶、爸。怎么了？气氛这么严肃？你不要这样嘛，小希和唐正又没犯错。我问你们，你们今天跟公司请假，是不是一起去参加唐丽和甜心的婚礼去了？你们怎么能做出这么敌我不分的事情呢？唐丽是我弟弟，我这个做大哥的一定会去帮忙啊。爸，田在天的确做了很多对不起山水的事情，但是甜心跟他爸爸根本就是两码事。当初甜心为了帮我们，还和他爸爸翻脸了。再加上田在天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这次比赛，唐丽打破家传2瓶酱油，应该是苦肉计吧？我看那个唐丽根本就是知道田在天会留给他1半的家产，所以故意输掉比赛，让我们山水把招牌拱手让人。不，我弟弟不是这样的人。哼，爸，请你不要这样说唐丽。爷爷也说过了，林祥也不是什么普通的人物。就算是唐丽没有打破酱油，阿正也不一定可以赢得这次比赛的。你还好意思提爷爷？他那么疼你，你却一天到晚的胳膊肘往外拐。爸，唐正没有本事赢得比赛，总该有点别的贡献吧？你有什么计划？说来听听。爸，您想想啊，我们的天外天和人间天堂2块牌子，都是在唐丽和唐正2兄弟手上败掉的。既然现在天外天是唐丽的做主，我们索性就让唐正去和他弟弟谈个好价钱。爷爷，就是因为现在天外天是唐丽在掌管，才不应该让阿正去啊，这是要避嫌嘛。哼，你不让唐正去谈，你让山水上上下下的员工怎么看他？他们会以为他根本就是来占我们山水的便宜，好拿去送给他那个宝贝弟弟。他们会把他当成内奸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聪明这次倒是说对了。哎，唐正啊，你一定要去把这件事情办好。如果办不好，连我都不敢相信你了。爷爷，总裁，山水的招牌确实是从我的手上输掉的。我这次辜负了您的信任，我会尽量将功补过。哎，对了，爸，哥不是说今天回来吗？怎么没看到他人啊？他打过电话过来说美国那边有点急事要处理，好像还挺麻烦的。我打算过去帮帮他，顺便也看看阿英。爸，既然天外天的事情交给唐正和小希处理了，您能不能准我几天假，让我去美国一趟？好，你就去吧。儿子啊，
你可一定要挺住啊！爸爸明天就过来了，爸爸已经设好了局，这一次一定要把唐正和程曦彻彻底底地赶出山水集团。儿子呀，你别怪爸爸，我只是想把你支走，没想到你会出意外。我也不是非要跟唐贯中过不去，儿子啊，爸爸都是为了你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唐正是你程氏舅舅的亲儿子，你爷爷的亲孙子。要是你爷爷知道了这件事，你和爸爸可就变得一无所有了。怎么了？老毛病又犯了？人老了，才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就累了。哎呦，你这个人呐，什么都放不下，一定要亲力亲为。哎呀，不过这次和天外天的谈判，你怎么就被聪明牵着鼻子走啊？哎，聪明那点小伎俩，我还看不出来吗？是，不过他有句话倒是说对了。这唐正在山水集团是没有功劳，这以后可是很难服众。我呀，是怕他们兄弟两个闹得不愉快。你放心，唐丽是很敬佩他这个哥哥，只要唐正肯开口，这个事情自然就好办了。那不就好了吗？山水集团这些董事会的人，你我是很清楚的。只要唐正能够把天外天的谈判顺利的完成，就能堵住他们的嘴。到时候啊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山水集团交给唐正和小溪来管理。你原来早就有打算啊。不过，你就这样把集团交给小溪和阿正，那聪明他怎么肯善罢甘休啊？哎呀，还有超群这孩子，你让这孩子怎么办呢？超群这孩子，以后就负责美国的业务。等他把这个并购案谈妥，我就把聪明派到美国去帮他，一家人不就能团聚了吗？你不想让超群回来了？啊？你不是一直都挺喜欢超群的吗？你一直把他当做集团的继承人来培养，你这态度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唉，一言难尽。总之啊，小溪呢，还是比较诚实，比较孝顺。我是更放心把集团交给唐正和小溪来管理。这么安排，就是要把他们留在我们身边。我这么做，就当作是我对你没有儿子的弥补吧。我现在呀，也不想想得太多了。我现在就是希望儿孙都能够在我身边，我也就高兴了。对了，还有林祥那孩子，你有机会就去劝劝他，他只听你的。怎么？你希望他回来呀？如果他能够回来，与唐正一起联手，是最好不过的。那好啊，有你这句话，我明天就去找他去。
么了？不高兴了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能不高兴呢？是不是在这住的不习惯？我今天提出要回家住，惹妈妈不高兴了。我是不是说话太直接了，才会让妈妈多想了？我其实不是嫌这里不好，我知道，你是想多一些二人世界嘛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怎么不正经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我觉得我堂丽这辈子最正经的一天。哎呀，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妈这个人呢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们呢，只要给她生一个大胖孙子，她肯定会高高兴兴的把你供起来。哎呀，你抱得太紧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要一辈子抱着你，永远都不会放手的。阿正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爸爸他根本就是故意把烫手的山芋丢给你。谈价格本来就已经很棘手了。自从田在天走了之后，天外天那边肯定是唐丽在管理。现在你们兄弟两个要兵戎相见，我知道这很难做。爷爷那边，我还是去劝劝好了，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办法。小希，总裁决定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改变的。谈判的事情，我会尽力去做好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会公事公办，不会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但是我还是会担心啊，我担心唐丽和田心会误会你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去和爷爷说，由我代表山水集团。小希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可是我又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你去帮我扛。再说，我相信爷爷他现在是在考验我，看我能不能够守护山水集团，能不能够守护你。你相信我好吗？我什么时候都是相信你的。那就好。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宝宝，你说，爸爸现在在干什么呢？他已经好久没有给妈妈打电话了，会不会已经把妈妈给忘记了呢？妈妈很没出息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也在肚子里面笑话妈妈，可是没办法，妈妈一想到爸爸就好难过。你说，爸爸要是看到妈妈这么难过，会不会心疼啊？会不会立刻就回到我们身边啊？糖糖，哎，大哥回来了，你有超群的消息吗？我刚刚听曾经理说，美国那边好像出了一些意外，所以超群现在在现场做紧急处理。好像这次意外挺严重的，所以曾总经理明天还要去美国一趟。哥，你说超群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我今天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，总觉得会有事情发生。哎呀，你别再疑神疑鬼了。超群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小希一定是第一时间知道的，他怎么会不告诉我们呢？
也是，晨曦姐知道我一直在等超群的电话，如果有消息，她一定会告诉我的。是啊，好了，你知道超群没事，去早点休息吧。晚了，天气冷了，小心着凉。走吧。哎，哥，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说吧。这是一个秘密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有小 baby 了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你说真的？那我不是要做舅舅了吗？哎呀，你看看你，怀孕还待在外面。哎呀，妈知道了吗？我现在赶快去告诉她。哥，你先别告诉妈，我怕妈生气。哦，哎，你看我一高兴，我都忘记了，你和超群都还没……不是，其实我和超群已经偷偷领证了。你和超群已经……我也是怕你们生气，所以才不敢告诉你们。哎，糖糖，这么大件事，你哥，超群，他也是为了让我心安嘛，所以在出国之前偷偷带我去领了证。我还没有得到他爸妈的认可，妈对超群是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好想像二哥和嫂子他们那样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本来想让超群回来参加唐丽的婚礼，顺便跟妈提一下的。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忙得回不来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连怀孕了也不敢告诉妈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已经是快做妈的人了，别担心，有哥在，哥答应你，等超群回来，我一定帮你办一个超级大的婚礼。真的吗，大哥？你也支持我和超群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大哥最好了。糖糖可以为了超群这么勇敢，我也要为了我跟程曦的感情好好努力。明天我就去找阿丽好好谈谈，相信兄弟之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想爸爸了？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不是，有我陪在你身边啊。从小到大，别人都认为我高傲冷漠，其实我是内向又胆小，不敢跟陌生人接触。爸爸知道我不喜欢打电话聊天，为了给我发短信，居然低声下气地向向东去学。心儿乖乖，爸爸想你。
哎呦，你看，这都是爸爸发给我的短信。就算我背叛过他，他也不怪我，还要你来好好照顾我。我真的太自私了。唐丽，你相信我是清白的。天心现在在医院，你赶紧去照顾他。阿丽，你相信我爸爸，他真的是清白的，他从来都不会骗我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相信你，我当然相信你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但要还你爸爸清白，还要告慰我爸的在天之灵。所以你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唐经理早。唐经理早。早。早。唐经理早啊。唐经理早。早。欢迎天外天的新任总经理唐丽先生。唐总经理真是一表人才，年轻有为啊！瞧咱们唐总这么帅气的长相，绝对是人中龙凤啊！唐总不仅相貌出众，而且精明能干。我们跟着您，日后天外天肯定蒸蒸日上啊！各位，过奖，谢谢。唐总啊，这个以前呢，我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个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儿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计小人过啊！哎，你以前也是听命于人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哎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哎呦，只要大家一心为天外天，我一定不会亏待大家。年底的时候，我会拿我的分红，额外奖励大家。谢谢唐总。我这次接管天外天也是临危受命，又恰逢天外天和人间天堂两家合并。我已经向山水集团提了报价，我们一定要取得最好的条件，抓住这次机会，超越山水集团，成为饮食界的 No.1。超越山水，超越山水，成为 No.1，成为 No.1。哦，唐总，你先打电话啊，我们先走啊，你们先忙。太好了，走。喂，大哥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没事，没关系，你过来就好。我能有今天，全靠我大哥。以前不管我闯了什么祸，我大哥都会第一时间出来帮我顶着，帮我扛着。我建议我们所有人敬我哥一杯，来。啊，谢谢。少喝一点。大哥，干脆你来天外天好了。你的厨艺加上我的聪明才智，肯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的。阿丽，你刚刚接管天外天，应该多多依靠这些元老们。元老们，阿丽还年轻，资历尚浅，我希望以后大家能够给她多多指教。
我在这里先敬大家一杯啊！哥，我跟你说真的，天外天现在真的缺少人手。我知道，你是怕不好向程曦姐交代，对不对？其实，我今天过来是跟你谈公事的。啊？我是代表山水集团来跟你谈的。有什么就说嘛，干嘛那么客气啊？我是来跟你谈转让价格的事情。大哥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一定是曾聪明出的主意吧？这个曾聪明真是老奸巨猾，他想到让我哥来跟我说，他一定想到我大哥一说出来，我就不会说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家都是为你庆祝上任，我想我过几天再过来谈吧。哎呀，没事，事情总归要解决的嘛，要不然你回去也不好交代。对了，我们向山水提出的报价已经报了吧？是的，我们是按照那时田总的指示报的价。但是你们给的价格确实比市场价格还要低。其实我找了评估专家为2家店做了资产评估，根据报告，我希望能够在你们给的价格上再增加30%。什么30%？财务预算没那么高。这里2份评估报告，你参考一下。这里面还有一份连锁餐厅配备设施的详细报告，还有报价表。加上这些，我相信能够帮天外天节省了一份财政预算。这些都是年前买的新品，尤其是厨房的设备，都是法国进口的顶级产品。但如果要将它们搬到新的餐厅的话，确实需要一些非常复杂的工序来做重新的调试。那我相信，天外天也必须再重新买所有的设备。如果我们山水将这些设备转让的话，我想，我刚刚提出的价格，算是合理的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是高。如果钱不够，从我户头里拿，可以了吧？大哥，合同呢？拿来我签。阿丽啊，合同的细节，我们之后还可以慢慢的协商。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提出的30%有点过高的话，那我还可以跟山水再谈一下，让他们减少房租，减低你们的成本预算。不用了，大哥，只要是你提出来的，就一定不会害我，一切按照你说的去做。你要做的就是把合约给我，我签好就可以了。谢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天外天和山水就是一家人，大家有钱一起赚。干杯！看起来这个唐丽啊，比田在天那个老头大方多了。不过这新主子的脾气跟田在天还有点像，刚刚还好好的，一下子说变就变。哎呀，就是啊，他对他那大哥那兄弟义气啊，真的是没话说。主厨啊，你可得小心呐，要不然哪天你行政主厨的位置被他占了都不知道。嘿嘿，毕竟唐正是他哥哥呀。哼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还是甜心的表叔呢，这谁比谁厉害，还真说不定。主厨，我们还有点事，先走了啊。金丹，咱们看来得另谋高就了。聪明他已经答应带我了，你怎么想？说，唐丽接受我们的报价了？嗯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们的损失就
就减少了一半。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，是应该的。好，过去的损失我们就让它过去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开创未来。这个人间天堂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了，我们要赶紧筹备，寻找一个新的品牌餐厅。爷爷，来喝茶。嗯。我和阿正昨天已经跟各个部门的经理开过会了。哦，动作这么快，嘿，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认为，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品牌，对于顾客群来说是有陌生感的，而且风险也很高。与其平地起高楼，那我们倒不如找一个有口皆碑的品牌，重新包装，然后推出。风险低，成本少，而且回收的利益也会有保障。那你们有没有找到什么新品牌餐厅？这我还在考察中。哎，眼前不就有个现成的吗？万家香啊！总裁，万家香是唐家的招牌，我得回去问我妈，还有我弟弟的意见。哎呀，你是长子啊，继承万家香这个招牌是天经地义的。爷爷，你这样做会让阿正为难的。我这就是就事论事，啊，万家香现在是最适合的新推品牌，这点你们也都应该承认吧。至于唐正，你要回去怎么跟你家人说，我可以不管。不过，你要在山水站稳脚跟，要让我同意，将来让小希嫁给你，你可要表现出让全山水幸福的能力。山水的事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至于万家香的招牌，我真的没办法保证，因为我并不是唐家的血脉。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唐家的养子。那你的亲生父母是谁啊？喂，哦，聪明啊，你到了，怎么样？快走吧。啊，没问题是吧？好，那好。阿正，爷爷他刚才勾起了你的伤心事，真对不起。傻瓜，不是亲生的事，也许对好多人来说是件伤心的事，但它对我来说算是件幸福的事。你想想看，我虽然不是他们亲生的，可是他们肯定是用了加倍的爱，才让我这20几年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养子。你说，我是不是比亲生的孩子得到了更多的幸福和爱？爸爸去世了，我现在要加倍的爱妈、阿丽、糖糖，把爸爸的那份爱一并加上，不让他们觉得少了幸福。所以万家香招牌的事情，可能要让你爷爷失望了。爷爷他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你和阿丽之间的感情我是知道的，我也不想看你为难，所以我想说，怎么了？我想说，阿丽已经接掌了天外天，所以如果你去天外天帮忙的话，会不会更自在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在山水，你每天都要听那么多的风言风语，可是你去天外天就不一样了。
那边没有人会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，也不会有人说你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特殊照顾。傻瓜，你在瞎想什么呢？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在意别人说什么呢？你真的这么想吗？自从离开万家乡，我才发现，不管我多努力，一定会有人有说辞。所以呢，做好自己的本分不就行了吗？你呀，不会是为了安慰我吧？当然不是啊。我爸爸当年对我妈一见钟情，义无反顾，扛起万家乡小馆的招牌，他那么一扛啊，就是一辈子。所以呢，我希望能像爸爸一样，为了你，我愿意留在山水。谢谢你为我付出那么多。我才要谢谢你呀！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在我身边。所以啊，我也希望能够给你力量，为你分担。哎，对了，最近超群有没有跟你联系？哦，我最近也没联系上我哥。怎么了？如果他联系你的话，你告诉他，赶快跟糖糖联系。糖糖每天茶饭不思，我担心她的身体。糖糖生病了，她怀孕了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你就快做舅妈了。不过，糖糖很害羞的，先帮她保密吧。怎么能是舅妈呢？再怎么算也应该是姑姑吧。哦，你现在是想跟我撇清关系是吧？哎，你看啊，你是糖糖的哥哥，我们两个又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说八字还没有一撇。是不是舅妈？是不是舅妈？是姑姑呀！是舅妈！姑姑！舅妈！舅妈！啊！对不起。林翔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对呀，真巧啊！看来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不过正所谓英雄惜英雄，那在下就让给你了。两位的眼光真好，这款帽子是我们本季的新款。先生，你选的衣服也是卖的最好的。要帮你们包起来吗？帮我把这个帽子一块包起来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好。好看吗？给，这是我送给宝宝的礼物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再说我买这个就是为了要送给你和宝宝的，不然难不成让我自己买回家戴吗？那我先替宝宝谢谢你。没事儿。哎，糖糖，顾安全，还是坐电梯去吧。我肚子还没大到行动不便呢。林翔哥，你也太紧张了吧？我当然得紧张了，一个新的生命在你肚子里孕育着，它将成为你的希望，你的一切。你想想，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！要是你一不小心，很有可能会伤害到它。你怎么啦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更小心点。我来帮你吧。哎，不用，你在旁边看着就行。牛肉和菠菜最养胎了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铁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为你特别准备的料理主题就是秘制香煎牛扒、菠菜牛肉意面。嘿嘿。
谢谢。不用谢。诶，这是蒙娜丽莎的专题吧？蒙娜丽莎常年坚持无菜单料理，所以每道菜都是独一无二的独家定制。餐厅每天晚上只接待20位事先预定的客人，往往客人要排上1年才得以踏进餐厅。餐厅的主厨兼老板 Leo 为人冷傲低调，很少接受媒体采访，对外保持着绝对的神秘感。哇塞！哎，相片拍得不错哦。可以就玩会儿游戏吗？哎，别。其实我不太擅长这个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啊是有秘诀的。看到没？要不你在外面等等吧。我才不要呢！别人要预约1年才能吃到一顿晚餐，我不仅可以吃到饭，还可以看到做菜的全过程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厨房油烟味太重了，对孕妇不好。你先出去吧。好吧，我出去玩。秘制香煎牛扒，菠菜牛肉意面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尝尝吗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出去有点事。谢谢你能够避开其他人，照顾到我这个老人的面子。我只是不想让那些残忍的事情吓到无辜善良的人罢了。阿香啊，对不起，我为当年的事情替如山郑重地向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那个时候，我待你如亲生，一心想着能为你找一门好的亲事，我们也好承欢膝下，含饴弄孙。可是没想到你跟我们说，你自己谈了一个女朋友，而且还要离开我们，另立门户。别说是如山当时气急了，就连我都觉得很震惊，所以我们才……所以你们就不顾别人的死活，活生生把我们拆散。嘉义答应我们的婚事，把我送到美国留学，然后趁我不在把她逼死。不是的，我们没有想逼死小丽啊，我们只是想着，这时间慢慢的一长，也就会淡了。也许他就会放开了你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个孩子他竟然也是一根筋。为了这个事情，你的养父他真的是很后悔，所以他叫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带回去。阿香，都已经过去10几年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们吗？我们愿意用后半辈子来忏悔和弥补。忏悔、弥补，
您说的多轻巧啊！您有下半辈子，小丽呢？她这一辈子都没了。怀着腹中新生儿的希望，却等不到自己爱人半点的消息，这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你能理解？你能体会吗？为什么你们对一个孕妇连半点的仁慈都不能留呢？不是这样的，阿香，你听我说，现在的忏悔能让小丽活过来吗？阿香，你听我说，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，诚如山是刽子手，你就是帮凶，你们谁也脱不了干系。不要再来找我，跟我说什么念旧情。我告诉你，趁我现在还有理智，可以控制住我自己，不会找你们麻烦。不然的话，林相哥，林相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老人家？那是他咎由自取。你简直是冷酷无情，蛮不讲理。楠楠，我们走。林相哥实在是太过分了，这不能怪他。哎呀，曾总，我就搞不懂了，您这来回赶来赶去的，您这刚刚去美国，这又突然跑回来了，这多辛苦啊！超群已经度过危险期了，比起在美国看着他，现在更重要的是回国看着山水，还有要瞒住超群重伤的消息，只有这样，才不会让人怀疑超群出了什么大事。我已经让美国分公司的员工相信了超群是因为滑雪出了点小意外，暂时没办法处理公司事务，所有公司的业务都由我来接手。哎，曾总，我发现您可特别的英明。哎，您看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那么多的事情，您这……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我一定要小心翼翼，任何可能危害我和超群的，我都要一一扫清。哎，曾总，那您说，目前在您面前的谁是我们的敌人呢？当然是唐家人了。不过那个唐正估计在山水的日子可能不多了。现在唐家就剩个糖糖是我的威胁了。只要他和超群的关系一天不断，我就一天也不能安稳呢。这个，曾总啊，她只是个黄毛丫头，她怎么会是您的对手呢？哼，她可不是什么黄毛丫头。超群为了跟她，都差点跟我闹翻了。总之啊，我吩咐你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尽力办好。哎，这个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办好的。曾总，这么看来，今后这山水的掌门人可就非您莫属了。对了，向东跟剑南那边已经说好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就同坐一条船了啊！今天晚上一起到歌厅好好庆祝一下。哎呦，曾总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复我？一条短信，一个电话都没有，就连几分钟都抽不出来吗？糖糖，哎，小希姐，快进来！哎呦，不要这么高调嘛，被我妈看到怎么办啊？阿姨他们都不在。恭喜你啊，糖糖，你就要当妈妈了，我就要当姑姑了。哎，这些东西啊都是售货员推荐给我的，你看看好不好用？谢谢你，程希姐。不客气。对了，你有超群的消息了吗？糖糖，不论我说了什么，你都不要太激动啊。小希姐，超群是不是出事了？
我哥他去滑雪，不小心从山上摔了下来，但只是骨折，四肢不同程度的骨折。我好担心他，我好想现在就去见他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也想让你去见他，这样我哥不就可以安心了吗？哎，这样好了，你先去办美国的签证。现在美国的签证这么难办，如果能办下来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去看哥哥，然后告诉他做爸爸的消息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小希姐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啊，放心吧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邀请2位小姐去尝试我的新产品啊？哥，我有点反胃，什么都吃不下，要不然你让小希姐去吧。让她先休息一下吧。那好吧，你先休息。乖乖休息。好。哎，看来糖糖已经接受这个意外了。刚刚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还是很难过，只不过安慰一下就没事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才说让他去办美国签证，如果办下来，我就跟他一起去看哥。还是你厉害，要是我去劝他的话，不知道他要哭得像什么样子啊。这个是不幸中的万幸，现在啊，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好嘛。放心好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吧，走。乌鸡糯米葱白粥，益气补血，而且口味清甜，糖糖一定会喜欢的，一定会喜欢的。挨的呢？以前都是你做我看，今天换我做吧。你做？啊，你不要看不起人好不好？不就是做个粥吗？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，只要你稍加指点，我一定可以做到的。认真的？好吧，你等一下。这葱要切吗？哎，等一下！哎，你不要玩这把刀啊！来，不是这把刀吗？不是，等一下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围裙啊。可以吗？会不会太紧？不会，正好。来。先这一把啊，那切呢要从这里，别跑啊！骗你的，傻瓜。25分钟，好慢哦。好不好吃？我就知道我对厨艺很有天赋的。是啊，是啊，你很有天分。让我啊吃到一种幸福的味道。
好了，快把这个端给糖糖，让他也吃到幸福。走。哎，爸爸，啊，您刚从美国回来，怎么不多休息一下啊？有个应酬，实在是不能不去。哦，对了，爸，妈和哥的电话是不是已经换了？我打了好多遍都没有人接啊。没有啊，没换啊。啊，可能是因为你超群哥受伤了，你妈妈心情不好，又忙着照顾他，所以可能就没有接电话吧。哎，爸，要不然你把地址给我吧，我想带糖糖过去看看哥哥，这样哥说不定会高兴一点。你可千万不要去啊！你妈妈现在已经够忙的了，你再把糖糖带过去，那不是活活气死她吗？爸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糖糖怀孕了。妈要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话，一定会宽容的。怀孕了？对呀，恭喜爸爸要当爷爷了。那回头我把地址写给你。您现在就给我吧。我一时记不起来放哪儿了，到时候我找到了再给你吧。不会吧？您不是都已经去过了吗？您该不会是到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同意糖糖和超群哥在一起吧？他别以为他……爸爸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我还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爸，哎，爸。哎呦，哎呀，建南老弟呀！田总不在了，咱们这些难兄难弟就应该经常亲近亲近呐。哎呦，对，来，坐，来，坐。哎呀，来，坐啊！哎，曾总啊，您现在可是步步高升啊！可兄弟我这是步步惊心呀！唐丽现在在公司里那是一手遮天。哎呀，我是真怕呀，不定哪天把他给得罪了。吃饭的家伙都没了。哎，建南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有曾总在，今后你行政总厨的位子一定会稳稳的坐。小啊，你这就小看建南老弟了。我可是绝对看好他，今后会取代唐丽那个臭小子，成为天外天的一把手啊！建南啊，到时候别忘了兄弟啊！哎，瞧你说的。这还不得靠您好好提携我？哎呦，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来。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明天，唐正就会成为天外天的公敌，估计啊，短期内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。曾总，您有什么高招妙计啊？哎，曾总，先说给我听听。你们啊，就拭目以待吧。来，欢迎建南加入我们的阵营。我曾聪明向你保证，我入主天外天之日，就是你建南高升之时啊！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我的快乐给你。勇气给你，我的真心给你，难忘的也一样。超群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等到签证办了，我就马上飞过去照顾你，一定要等我。还有，你要做爸爸喽，是不是很惊喜？我想宝宝一定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见你。分多金果然神奇，真让人神清气爽。来一件吧，先生啊，看看这个，便宜啊！
我要，谁都喜欢，我也喜欢这样的，来看看吧。把胳膊伸进去，绝对价格低，质量好。进来啊，您选一套选好了啊，尺寸全，多好看！这个，好多妈妈都喜欢这个，你看看。唱一首歌给你，最好的。哎呦，甜心啊，别干了，别干了啊！来，把衣服穿上。哎，妈，真不用这个。哎呀，穿上吧，太热了，穿上。不用，春夏秋冬四季没病。来，穿上。你们呀，就是太爱美了。等你老了，你再看吧。啊，不听我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女人不能受冻，听见没有？哎呦，你还别说，来来来，扣上。妈，还真挺好看的。哎呦，就是袖子短了点啊。哦。哟，回来啦。又买什么去了？乱花钱啊！啊，没有。哇，二嫂，你今天复古风啊？你平时不是最注重搭配的吗？今天怎么穿的这么你换口味啊？瞎说什么呢你？净瞎说！你们就是爱美，不注重保暖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女人要是不注重保暖，等你老了的时候，你这儿疼那儿疼的，有你受的，你知道吗？二嫂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我们上楼去吧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哎，我们先上去啦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去接收山水的铺面，刚收了5家，就已经把我气得不行了。为什么？里面所有的高级设备全给搬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合同里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？合同里是写了免费移交所有的厨房设备，可是具体哪些设备没有写明，而且也没有清楚的违约责任。哎，唐总，当初就是因为你大哥，所以呢，这合同细节也没有细抠，他说一句话直接就打款了。现在搞成这样，我真觉得他没把您当兄弟看。岂有此理！山水真是欺人太甚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妈要是唠叨起来，连神仙都挡不住。哎，你刚才买什么东西了？啊？刚刚在路边买了这套亲子服，可是妈要是看到，应该怎么说啊？还是送给二哥和甜心吧。啊，对，这要给你看的。这是我呀，亲自给你跟二哥买的，看呢。还有大人的。哎呀，你笑什么呀？特意给你们买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两个呢，可以先穿情侣装，等将来有了宝宝呢，你们就可以一家人一起穿。小孩子啊，长得很快的，一天一个感觉。想着他慢慢的长大，然后你们一家人可以穿着一样的衣服出去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，多么幸福啊！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在想陈超群？还是说你？哎呀，瞎说什么呀？这可是我特意给你和二哥买的。哎，你看我妈多着急呀！她巴不得早点抱孙子呢，又给你披外套，又给你炖补品的，我看她急死了。早生贵子，我当然知道妈着急了。其实啊，老实说，我比谁都想要小孩儿。可是你也知道我的身体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行不行。放心吧，你现在身体不是好多了吗？再说啊，有我妈这么帮你调养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啊，甜心啊！好，你进来吧，妈。哎，快，我给你熬了一碗红枣乌鸡汤，做了一上午，快，赶紧喝啊！哟，小心烫啊！喝啊！妈，您坐啊。哎，好漂亮啊！哟，还母子装呢。糖糖，你买的？送给你二嫂。真乖。哎呦，好看！哎呀，甜心呀，你可要加油啊！哎呀，妈，加什么油啊？我们才刚结婚，哪那么快就有小孩了？哎呀，刚结婚才要加油嘛！哎呦，太可爱了，送给我孙子。哎，妈，你说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小孩，要不然我也生个小孩给你高兴高兴。瞎说什么呢？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，说出来也不怕人笑话。
怎么了这是？二哥回来了。嗯，我来拿吧。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山水把我们天外天给坑了，那帮没良心的奸商，在合同上钻我的空子，害我吃了大亏。大哥也真是的，最好赶紧离开他们，要不然早晚被染黑。怎么回事啊？并购店面的事出问题了是吗？不是都谈好了吗？怎么还会出问题啊？还不是因为大哥。阿丽，真是这样吗？阿丽，是不是你大哥帮着山水算计你了？说呀！妈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大哥在就好了，他肯定会帮我审核合同，就不会出问题了。真是这样吗？妈，大哥怎么会害唐丽呢？出了事肯定是帮自家人呢。哼，就是自家人帮自家人，所以他才在山水那儿待着不走呢。当然不能走了。小希姐不是还在山水吗？妈，你就别瞎想了，大哥怎么可能坑二哥嘛？啊！对啊，都是公司的事儿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没事儿。对了。哥，你回来的真是时候，我们这要开饭呢，我好饿，妈，给我做饭嘛。好了好了，你也真是的，明知道妈还在，你就少说两句嘛。妈本来就偏心你，要知道你被人欺负了，肯定得跟人家拼命，就算是大哥也不会讲情分。大哥对咱们多好啊！现在本来就已经两边不是人了，要是妈在骂他，他得多委屈啊！你想过没有啊你？我不是也给气急了吗？还有大哥心眼实在太好，我真的为他担心。还有那个小人曾聪明啊，根本就是个混蛋。如果不是看在超群的份上，我早对他不客气了。糖糖，你要是嫁到他们家去啊，还指不定怎么吃苦呢。对了，唐丽，我觉得吧，这件事儿有机会还得找大哥好好谈谈。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误会啊，听到了吗？阿丽，你找我出来到底什么事情？哥，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给我个解释。你说。剑南汇报，人间天堂和天外天所有的高级设备全被搬空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件事情我跟总裁敲定了的呀，一定是有人搞鬼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。好，总经理，哎呀，我可找着你了。不好了，咱们高薪聘请的那些资深厨师啊，都让山水集团全给留用了。哎呀，这还不算什么，更可气的，他们明明知道接收在即，可又高薪聘请了一些没有任何资历的新手。现在光是遣散费，咱们就要出一大笔钱，这弄不好还会有劳务纠纷呢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大哥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这就是程如山设的圈套，你跟我都被骗了。我们现在马上去找他说个清楚。简南，我们走。哎，阿丽，现在去程家谈判，并没有好处。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，现在摆明了是山水暗算天外天。但是我想，这件事情当中一定有人在搞鬼，我相信总裁不会这样做的。大哥，我之所以同意把价格提高30%，并且没有仔细的看那个合同，是因为我相信你，不是因为相信山水。我现在担心，连你都被蒙在鼓里了。你放心吧，
我自有分寸。总之，找程家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阿丽，你就再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爸这次真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你也别太着急了，我们找他聊聊看。爸，你们两位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凝重。总经理，刚刚唐丽过来跟我说，她按照合约来接收店铺，可是她发现店里的高级设备还有厨师都不见了，而且我们还乱加薪水，请了一批新人，来增加天外天的财务预算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我刚从美国回来，对这件事情不是很了解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这就彻查此事，保证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啊！总经理，你现在不是要给我一个答复，而是你要给天外天一个答复。我们按照合约，本来是要将那些厨师还有设备转移给天外天的呀，但是现在全都搬走了，这我们不是毁约了吗？哎呦，毁约这么严重啊？合同呢？给我看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完全是按合同办事的，不存在任何的违约现象。这合同里没有说是哪种设备吧？电磁炉也算设备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说所有的设备都要移交吧？那我们搬走一些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至于厨师嘛，我们已经给他们留了厨师，还只多不少呢。哼，这份合约里面根本就没有设备附录，还有违约条件。这根本跟第一份是不一样的嘛！总经理，你是不是刻意抽了附录，让我叫唐丽签名的？看不清合约就签字的是你们兄弟两个，到现在来怪我了？哦，你们以为做生意只凭哥们义气就行了？简直天真到了蠢！总经理，你这样玩文字游戏，你赢了又怎么样？这是帮公司获益，还是损害公司的名誉呢？爸，唐丽就是因为相信我们山水集团，相信唐正，才同意提高接收价码30%。现在我们山水集团做出这种事，要是传到外面，别人怎么议论我们呀？哼，议论？怎么议论？当初如果不是唐正输了比赛，我们现在用得着把招牌交出去吗？我是输了比赛，全部责任都在于我。我愿意扛下所有的责任，但是并购店面这件事情，我希望你可以给唐丽一个交代。山水虽然是获利了，但是也失去了诚信，这根本就是得不偿失嘛。你们兄弟俩还真是兄弟情深呐！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拿唐丽当你的后路，就算是在山水混不下去了，再改头天外天就是了。你这步棋走的可真是高啊！所以就尽可能刮我们山水的好处是吗？爸，唐正分明就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不是，那身为山水的人就应该为山水减少损失而感到高兴。至于天外天的事情，根本用不着你们操心。我还有事情，你们出去吧。总经理，你，我们走。喂，你干嘛来这里啊？你躲在这里又没有什么用，你就应该跟我回去找爷爷的嘛。我不是躲，我只是不想跟总裁说。为什么？总经理是我的直接上级，所以公司的任何问题我都得跟他汇报。就算现在有了矛盾，也是该我们之间去沟通。要是我动不动就跟总裁说的话，
那我不是变成打小报告了吗？自从阿丽接管了天外天，我就知道以后的局面一定会更艰难。不过，我一定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去面对，不会什么事情都去跟总裁说，要他帮我去解决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去找我爸爸理论是没有用的，他摆明了就是要陷害你啊！现在天外天受了那么多损失，唐丽一定很生气。你要怎么跟他交代呢？我真的是很害怕，因为这个事情害得你们兄弟之间有矛盾。我也很怕你夹在当中为难，所以其实告诉爷爷是现在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了。这样，你不也是左右为难了吗？总经理是你爸爸呀。阿丽的事，我回去会跟他好好说的。再怎么说，这次是我对不起他。就算是他发大脾气，我也得承受啊。其实，如果你想离开山水，去帮唐丽的话，我是不介意的。我知道你心疼我，可是山水跟天外天现在有那么大的矛盾。要是我现在去天外天工作，那恐怕外面的人都会觉得我跟阿丽是真的联手输了那场比赛。那我们在这行的名声，不就彻底坏了吗？小希，我们好不容易走到现在，一定要坚持下去的。而且，我们不说过吗？要做两家的缓冲墙。所以，我们都不应该脆弱。不管以后我们会遇到什么困难，这条路我们一定要一起走下去。还记得这个吗？加油！当真有此事？爷爷，如果您不相信，可以去查。那两家高级连锁餐厅的所有厨师几乎都走了。阿丽也是因为相信阿正，所以才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二话不说就接受了提高的价码。可是现在，这反倒弄得阿正里外不是人。难怪唐丽会那么生气，他花了那么高的价钱，居然买了2个烂摊子。爷爷，一会儿等爸回来，您一定要好好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没错，爸，我承认，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聪明，你这不是存心要让唐正难堪吗？爸，阿姨，我这样做没有半点私心。商场如战场，不择手段天经地义。更何况现在天外天是我们山水的头号敌人，我身为山水的戴总经理，当然要竭尽所能保护公司的利益。小希，你想想，难道我能由着唐正平白无故地交出山水的2块招牌，去壮大他弟弟的公司吗？爸，阿正是不会这么想的。哼，你又不是他，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？唐正既然代表山水，就应该为山水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合同说到底就是在法律范围内钻空子。我这样做只是小小的惩罚了一下天外天，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占别人的便宜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么卑鄙的手段，
根本不是我们山水一贯的作风。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山水啊？是啊，阿丽又不是田在天，你根本不需要用那么卑劣的手段去对付他。如果我们不撕破脸，完全有很多双赢的机会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第一次合作就失去信任了。我们跟天外天的品牌之争本来就是一场罗生门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要怪就应该怪输掉山水2块招牌的人。聪明，你今天就非要把矛头指向唐正，对吗？我没有针对任何人，我只是觉得招牌既然在唐正的手里丢失，他就应该想办法弥补。没错，我是有私心。我身为山水的带动经理，公司上上下下几千双眼睛都在看着，我要为公司的盈亏负责。如果阿姨只是一味的想成就唐正，而不惜牺牲公司的利益和我的威望，那就恕我难以从命。我倒想问问阿姨，你这么护着唐正，帮着唐正，到底是什么居心？你根本就是强词夺理！我不过是把公司的损失减到最低，帮公司打击敌人而已。而且从这个事情已经看出来了，唐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公私分明，很难相信他这样的人以后会一心为了山水的利益办事。老头子，这刚才你都听见了，你出来给评评理呀！聪明的做法虽然有失厚道，但他也是为了公司着想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，我就不再追究了。谢谢爸爸理解。老头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到此为止。小希啊，你可要听好了，刚才你爸爸说的话有一点我倒是很赞同。天外天此刻是我们山水最大的敌人，所以从今天起，你与唐正、唐丽还有田家都要保持距离，不要敌我不分，感情用事，否则你以后你的处境会非常被动，更加的里外不是人了。爸爸说的极是啊，程曦，你听清楚了没有啊？爷爷，我原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你可以看得清楚明白一些，但是没想到，你还是任由爸爸陷害唐正。这跟出卖他有什么区别啊？清者自清，我还是会按照我做事的原则去做。爷爷，你要怎么想？随便吧。小希，小希，哎呀，你干嘛要这么为难孩子嘛？我这么做，就是要准备重用唐正，我要断了他去天外天的后路。就你这么逼孩子，非得把孩子逼得一个个都离开你，到最后，你身边连一个真心的人都没有。阿丽，这次是我的失误，我没有看清楚合约就让你签了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大哥，你让我再相信你一次，然后你又来跟我说对不起，不但拿走了30%的差价，还留了2个烂摊子给我，怎么可能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啊？阿丽，大哥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了？程如山和曾聪明是什么人？都是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狐狸。你不要以为跟程曦关系好一点，加上他们家老太太对你慈眉善目一点，你就对他们掏心掏肺的好。现在摆明了他们要整你兄弟，还要拿你来当垫背的，你还要为他们说话吗？方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我爸的案子有眉目了？是这样的，经过我们查证发现，唐冠中先生坠崖处所发现的袖扣
是限量版，所有购买者的资料都保存在 VIP 的客户资料里面。那名单里有没有田在天？没有田在天，但是我们发现了山水集团前总经理程超群的名字。什么？程超群？难道说他害死了我爸爸，然后嫁祸给我岳父？我们跟程超群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这样？从目前手上的定论来看，不能断定程先生就是凶手，但现在他是嫌疑人之一。难道还有更多的嫌疑犯？田在天拆万家香招牌那一天，我们及时赶到现场，那是因为有人打来举报电话，而在我们到了以后不久，袖扣就从田在天的口袋里面掉了出来。这一切未免太过巧合了。是谁打的举报电话？曾聪明。是他。袖扣的购买人是程超群，而电话的举报人是曾聪明。从现有的证据来看，他们父子都有嫌疑。我们警方会尽快安排他们问询。不过呢，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，程超群现在人在美国，所以我已经向上级申请让他尽快回国协助我们调查。我明白了，拜托了。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查出真相，还我父亲和我岳父一个公道。啊，我马上去山水集团找曾先生询问情况。哎，方警官啊，我建议你们好好的看着曾聪明，他这个人非常狡猾。我们是依法办事。如果说手上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他们现在只是嫌疑人，或者说是协助我们调查，其他任何措施我们都没权采取。好。又是姓程的。什么？居然是超群！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超群是不会害死爸爸的。有证据了吗？这件事怎么会怀疑到超群头上呢？你们都不要为他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天心，你想，如果程超群没有问题的话，他为什么那么急着去美国？这个王八蛋，他分明就是畏罪潜逃。那我爸他，警方有新的证据了吗？是可以证明他的清白了吗？哥，不是这样的，超群是为有事情，他会回来的。会回来？会回来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他在等什么？是因为他受伤了。受了什么伤不能联系你？除非他重伤致死了。为什么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？糖糖，你被人骗了。你住口！我不相信是他，他现在一定很艰难。我要去美国找他，我相信他的。糖糖说的没错，我也相信超群，他是个正人君子，绝对不会杀害爸爸的。再说，他临走之前已经跟糖糖领了证了。你说什么？糖糖跟谁领证了？你跟超群领证了？你爸爸他……妈，你别太激动了。哎，妈，放给我！妈，对不起。不过，这样不是更能说明超群是清白的吗？如果他害死了爸爸，他为什么出国前会跟我结婚？这个混蛋，他根本就是心里有鬼。为什么他不给我们消息？他是不是还说要带你走？是，可是我说我舍不得离开妈妈。这不就结了吗？他连你也想骗，还好你没答应，否则连你都失踪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超群临走前说过，他有证据了。他说是田在天做的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是程超群和曾聪明要陷害我岳父，他根本就是个伪君子。不是的，二哥二嫂，你们相信我，不是超群，你们不能因为一颗袖扣一口咬定是他。袖扣，对，袖扣。你们记不记得那天在海边，警察拿出袖扣的时候，程超群的脸色都变了。你们认识吗？他那根本就是心虚的表情。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混蛋。
他的神色确实有点奇怪。大哥，连你也不相信超群了吗？还有你不能因为你是田在天的女婿，你就一口咬定是超群，你这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！够了，糖糖，你为什么要一直帮着杀害你爸爸的凶手说话？啊？你忘了，你爸爸生前可是最疼爱你的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超群，我不相信是他，我不相信。我告诉你，你马上跟程超群离婚，我绝对不会同意让一个杀害你爸爸的凶手做女婿的，你听见没有？糖糖，听哥的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哥，我求你们都别再逼我了，我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等超群回来了，他会解释清楚一切的，你们别逼我了，我求求你们，哥，我求求你们别逼我好不好？给我一点时间，给超群一点时间，他回来，他会解释清楚的呀，真的不是他，求你们别逼我，不关他的事，不关他的事啊，妈。好了，妈，阿丽，警察都说过了，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之中，现在谁是凶手都还不知道，最起码我们要等到超群回来才能够决定吧。糖糖这么爱超群，我相信他是不会负了糖糖的。你为什么那么傻呢？阿丽，你也别这样，现在一切都只是怀疑而已。我们还是等着超群回来，问清楚再说吧。好，我再等几天。如果程超群还是没有消息的话，就算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他付出代价。好了，孩子，不管怎么说，妈都不允许你作践自己啊。还有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我相信，如果调查结果出来以后，你爸爸的……好了，都不哭了啊！不哭，甜心不哭了啊！走，我带你们俩上楼啊！走了，不哭了，走，不哭了啊！哥，你现在看清楚了。他们程家人不但是黑心商人，而且都是杀人狂魔。你不要劝我，我们唐家和程家的仇是结定了。还有你，趁早离开山水，免得自己受伤。现在连真相都还没确认清楚，我们不能这样下结论呢。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！你被程家人迷了心窍了吧？还是你觉得爸爸他死对你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？反正你是个养子。阿丽，爸爸对于我来说也是亲生父亲，不管是谁杀害他，
我都不会轻易饶恕他。可是，所有事情都还没确定清楚，我请你冷静一点。程超群的事情我自己会查清楚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。天外天被坑的事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最后一次向山水相让。以后不管是谁，于公于私，只要他是山水的人，就是我的敌人。现在恐怕唐正已经被唐丽逼得焦头烂额了吧？像唐正那样重感情的人，根本不适合在山水发展。这一计实在太妙了，一箭双雕啊！现在连爸爸都更加信任我了，以后就是我曾聪明的天下。喂，总经理，有位方警官要见您。该不会是警察查出了是我害了田在天和唐冠中吧？不，我的局布得天衣无缝，而且田在天死了，早就死无对证了。我可不能自乱阵脚，请他进来。请进。请。方警官啊，您好。什么风把您这个大忙人吹到我这儿来了？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不用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唐冠中的案子发现一些线索，我们想请曾先生协助调查。协助警方办案是每个公民的义务，不过我对这个案子是一无所知啊，恐怕要让方警官失望了。经过我们调查发现，在唐冠中案发现场遗失的那个袖扣是您的儿子程超群购买的。你是说那款限量版的袖扣？哦，您知道那个袖扣啊？以前呢，超群托我找一个老朋友买过一对袖扣，因为是限量版的嘛，所以说很难买，有点印象。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一对啊？是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就是它。但是这个袖扣超群送给了田在天呢。方警官，您知道的，以前啊，我们和天外天有很多合作，关系呢也不错，经常送点小礼物什么的，也不犯法。我们都是好，说正事。哎呀，这个袖扣是田在天的，可是又在唐冠中的手里发现了。这么说，果然是田在天害死了唐冠中。哎呀，这个田在天怎么能这么心狠手辣呢？哦，后来他就是因为良心不安才畏罪自杀的吧？现在还不能断言，所以我们请曾先生立即请程先生回国，接受我们的调查。这么说，你们是怀疑超群害死了唐冠中？真是太没有道理了！超群根本就没有杀人动机。这个只是例行问话，请程先生配合。当然了，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申请强制程先生回国。方警官，您放心，我这就打电话让超群回来。好，麻烦你。喂，建红，你那边有什么情况？记住，一定要把超群给我盯紧了，千万不能让他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。幸
亏我聪明，已经把超群和程英转移了。本来是想躲着糖糖和程曦，没想到现在歪打正着。超群，你好好歇着，爸爸一定在你回来之前，让一切都尘埃落定。甜心怎么不下来吃饭啊？哪有心情吃饭啊？他爸爸含冤而死，真凶还在逍遥法外，一晚上没睡觉。哎，糖糖，来，快吃饭吧。妈，我吃不下，我想去。超群现在成了杀人疑凶。我不能告诉妈，我要去找小希姐。超群，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。我一定要见你，见到你就可以真相大白了。糖糖，别在那站着，赶紧过来呀！不想吃也得吃点，你看都憔悴成什么样了，快过来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糖糖怎么了？我看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所以有点反胃。没关系，待会儿我煮点汤让他补一补。糖糖，那天的事很复杂，和我之前的一段经历有关系。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等有机会我再慢慢告诉你。对了，这是柠檬精油，不仅可以止孕吐，而且对胎儿有好处。怎么了？林小哥，他们每个人都说超群跟我爸爸的死有关，我怎么都不能相信。但是超群确实没有回来，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？关中的死跟超群有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别担心了，有我呢。现在不管外面传的怎么沸沸扬扬，你都不要信。这个时候最该相信的，其实是你自己。我想起来了，以前超群说过，要是我想他的时候，就要去海边呼唤他，这样他就可以听得见了。就在这儿呼唤他吧。真爱可以跨越任何距离。超群说的是真的，把你所有的恐惧、担忧、思念、牵挂，通通都告诉他，都告诉他吧。去吧。超群，超群，你听得到吗？你不是说只要我在这里呼唤你，你就可以听到吗？我要你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！超群，你走了之后，发生了太多可怕的事情。他们都说是你害死了爸爸，他们每个人都在逼我，可我怎么能怀疑你呢？你是我的丈夫啊！我从心底里是全心全意的相信你啊！可是我真的好痛苦，我真的好痛苦啊！
宝宝了，我们有宝宝了。你知道我是多么幸福吗？可是为什么在我人生中最痛苦和最幸福的时候，你都不在我身边？超群，你不是说你永远都是我的超人吗？我现在就要你从海的那边飞回来保护我，超群！我理解你，现在有种山穷水尽的绝望。但是人如果不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学会坚持，怎么能够见到柳暗花明的转机呢？只要你相信它，你就必须学会等待和坚持。这个是你能够送给未来宝宝最好的礼物。超群真的听到了吗？超群托我交样东西给你，你现在出来见我。什么东西？事关重要，务必面谈。要不要去呢？他那么海天外天，离间大哥和二哥的感情，会不会是什么陷阱？但是，万一真的是超群的消息，怎么办？能跟谁商量呢？怎么样？好，可以。切得仔细一点，把它全部备齐，放在那边。喂，哪位？喂，理想哥。糖糖。哎，怎么样？心情好些了吗？理想哥，我好多了，谢谢你。对了，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你说。曾聪明找你。你最好别去，我担心是什么圈套。可是，他毕竟是超群的爸爸，他总不会害超群吧？超群托他带东西给我，万一那个东西很重要呢？说不定还可以证明超群的清白呢。理想哥，我真的很想知道超群的消息，我真的想知道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别这样，别着急啊！哎，别哭，别哭。这样吧。你在家等我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好，谢谢你，林翔哥。等我啊。在哪儿见？